那即使你单身，晚年生活也是有钱嘛，有房也有钱嘛，那你生活可以过得很多彩多姿哦。不然你整天去做公园晒太阳，我跟你说为什么他们就是老人都去做公园晒太阳，我也去问过了哦，我也蛮北蓝的，反正就是去公园，然后看一群老人在那边晒太阳，然后也不讲话，能不能大家在那边坐着，到底是在怎样？我就问他们。他说出去玩要花钱啊，不要了，就这样，还不是钱的问题，对啊，所以换句话说，只要他们有稳定的钱可以花，不会担心的话，他们这些老人就不会做公园了，他们都在外面都各种出去玩，进香团或干嘛，那也很好啊所以我依然建议单身的朋友，你还是要买房子为什么？为了要照顾自己的晚年，也不拖累你的兄弟姐妹，你不觉得吗？没老婆该买房吗？单身族必看的购房真相。先说结论我依然建议你买，然后买你就可以很轻松啦那就是缴房贷的房子就来出租嘛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跟到房地产的资产列车，也不用担心会造成经济负担。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共同继承的房子。有继承到，那你还要不要买房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右上角。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没有老婆单身的人，你应该要买房子吗？这个也是我看到的新闻来，这个标题念给你：单身10年外商男问没老婆该买房吗？网看条件全效了，还要另一半干嘛？好，那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是有一个人在迪卡上发问他贷款条件很优秀现在34岁，在外商工作，年薪200万，现在已经存好第一间房子的头期款，在犹豫要不要买房子。那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没房子可能会输给那个有在用房子在做资产膨胀的人们，可是他已经单身10年以上，也不觉得自己能够找到另一半，那担心未来自己养一间房子会过得很辛苦，这样好，来先讲结论，买啊，你干嘛不买以那个人的条件来说，34岁年薪200万，外商工作，银行会给不错的条件，那他会这样子问，就表示他应该还有心情安那就是最好的上车条件他现在不买房子蛮可惜的，我大概也猜得出来，原 po 就是有心魔没有过，他就担心自己买了房子以后会被这间房子绑架什么未来不好换县市工作什么有没的。然后你看那个网看条件全效了，还要另一半干嘛？这些网友们在笑他。事实上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他单身嘛可是这个单身的外商年薪200万，等他老的时候，也不用多老，50、60岁的时候，请问当初笑他的那些网友会给他什么具体的帮助？不会啊，那些网友就是这样就那边笑人家而已人家真的需要帮忙，他不会去帮他的啦为什么？因为网友就是这样，就这种生物就是落井下石至少门前雪一看到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跑掉就这样。对，所以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那你现在有能力买房子，你干嘛不买我们把它买起来未来让你自己的中年晚年人生来个进可攻退可守所以你要知道，买房子能够有效的减缓焦虑如果今天我是原 po 的话那个年薪200万外商男的话，我会去买那废话，我就买房阿勇还不买原因是这样因为现在他看起来焦虑的地方有2个，第一个是看房价一直变高，第二个是不想要让自己因为这个贷款然后就被公司绑住好，那这2件事情其实都可以透过一间房子来解决掉。就是首先当他上车以后，他就不会担心继续追高嘛就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嘛那自住的房子有涨很好那没涨就算了，那自己在住它就无敌的状态去凹那个时间就对了，总是会被你等到大涨的。然后他就可以解决掉第一个焦虑的点这个就是看着房价一直变高，只要他身处其中他就没差。那再来是当他买了一间房子以后，他缴款缴个3年，随时又可以把钱真贷出来到时候要换工作或是要干嘛的话，就不用担心。房子这种东西就是已经变成一种金融商品然后应该说属性上最强的金融商品。对，你们用你的信用或是用你的车子都没有用你的房子来做贷款还要简单的，条件还要更好的那所以有一间房子进可攻退可守是这样。
第二个焦虑就直接消失掉。最后你要知道，他可以买缴起来很轻松的房子啊，对不对？好，那这边有个细节，就是我会建议原 po 不要买要太顶的房子哦，什么蛋黄区3房正3房2厅，平面车位高楼层有景观，不用那以他的条件来说，年薪200万，这个负担最高负担到大概2500万房子差不多啦那像是高雄蛋黄区的在这2500在高雄美术馆还可以买得到电梯大楼4房平车4房平车很顶的啦那应该也不用这么极限，你去买个正3房就好了，这样就很 OK。其他县市也都 OK 啦，台北市都 OK 了。如果2500的预算的话，它可能就不是电梯大楼，不然就要很旧OK 啦，降一个等级去冒，比方说这个年薪200万，他就是看一个1500的或是看一个1000万的电梯2房这样买起来缴起来就不会影响生活。例如说1500万的房子，以那个外商男的条件来说，首购8成，贷款30年没什么问题，月缴也不会超过5万啊，所以他缴起来不会太有压力然后他就有房子。那这间房子就看他想要买在哪里都没有差，买了以后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要住你就住你现在有地方住，你硬买另一间，那你要出租你要出租，就这样买哪里都没差，反正买了以后就出租那让租金再补贴利息。你看我是鼓励他出租的所以不一定要用新青安因为新青安绑定不能出租然后如果原 po 想要继续在公司旁边租房子的话，那就继续租没关系，反正你已经有房地产的车了，未来如果房价又往上喷，不会担心买不起。如果有临时要用钱的地方，又可以从这间房子生出来这样不是很好吗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没老婆该买房子吗？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网友在 Dcard 上发问，说他现在薪水很好，然后也存到头期款了，但是因为自己孤家寡人也认为这辈子就不会结婚，不会交得到女朋友有老婆，所以他在犹豫该不该要买房子那我的看法是问就是买因为他心里想买他才会问的那买了以后就不会再焦虑这个房价上涨你不在其中的问题，然后等到房贷缴款3年以后，又有各种方法可以来增贷出来，增贷出来你爱去做股票做股票你爱去买美股买美股都可以那这个焦虑感，钱跟房的焦虑感就会消失了，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去买一个房子。那我也建议那可以买缴起来很轻松的房子，比方说它极限是可以捏到2500万就故意买个1000万、1500万、1700万的就这样来让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房贷被受到压迫。然后这个房子的用途自己住或出租出去都可以啦那你还保有自己用的弹性也不会担心未来上不了车，很 OK 啊，非常的 OK 啊，不然他现在这个存到的头期款你要他干嘛？全部都丢到股票。好，那遭遇风险赔钱那是一回事，那假设风光大赚以后你又要他干嘛？你又要他你这么会赚，好，那你那全部股票赚到的钱全部再 all in 回去，好，那让你的资产直接变得过亿，无聊。我跟你讲，他到时候即使他股票大赚，他还是会来问什么买房子的啦，对啊，房地产就是这样嘛，人家股市落袋为安之后，要找一个资金的停泊之处就是先放房子台湾房地产大概有很坚强的买盘，就是这种人数量很多，他们的钱都很大。比方说做一趟股票回来然后身上的现金就多了1700、1800万之后你要干嘛？你要叫他再把这1700、1800让 all in 回去吗？他不敢啊所以就是那去买间房子好了，先把它放着那因为是现金买的那之后有要做股票再从里面压钱出来用大概都是这个剧本很稳健的剧本，这样就蛮 OK 的啊，对啊所以单身要不要买？我的建议是还是要买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哦。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哦，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啊，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啊，或是出租找租客啊，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啊，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没老婆要不要买房子？我的看法是当然要还是要买房子因为买房这件事情是你我的人生那跟老婆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不能够混为一谈啊。也不是说什么因为我有老婆所以我必须要买房子，如果我没有老婆我就不买房子，这个就是歪理那为什么？我解释给你听就是假设在有老婆的情况之下，那你买了一间自住的房子，那是在经营一个家，对不对？之后小孩出生或干嘛，那你就是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就对了，人生稳定，家人都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小孩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成长，不用那边整天呢有人讨债，然后搬出去跑跑去这样那今天的影片我讲单身我也建议买房，为什么？因为单身的人他没有家啦没有错，不过他有另外的需求这叫做投资自产。我跟你讲投资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一种需求了，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去投资那投资的话就是来选看你要投什么那投到房子是一个也不是人人做得到。你看那个外商男条件多好，34岁年薪200万他存到房子的头期款了。多少人34岁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头期款然后年薪也没他那么高。对，所以房子的这种投资资产不是人人都可以做，他有机会做，他居然不做投资资产的需求，他目的是什么？不是说要赚钱我告诉你，那个钱到晚年都没什么用我遇到那个一些老公公的，原来不是长辈，就真是遇到了，他们闲聊管理员都没什么用呢那你不觉得台湾管理员都很夸张吗？动不动中校退伍，动不动以前是有公司老板，当然唬烂嘴是一回事，反正他要唬，我也没事，我就跟他聊嘛但是他们说好几个管理员了然后分享出了。反正我认为是同性，就是说老了真的没什么要用到大钱的地方都怎样，都怕自己生病，很怕自己生病。那一生病之后，他都怕拖累家人然后就觉得我老婆会嘻嘻呵大家都讲这个很怕自己生病。那单身的那个管理员我也问过那单身的管理员很怕什么？很怕就是居无定所，因为他太老了结果他自己也是租房子，他被人家赶被赶那么老又不能干嘛，他就只能做房东亲戚朋友都不理他那就是这样。
单身的人是自己处理起来好处理，但是他自己心里的焦虑是，你看他要是家有恒产他早年有把房子买起来，即使他单身，他现在收个3-4间房租，他干嘛来做管理员，对不对？我那个社区很刁呢，那个管理员做那个不轻松呢，对，他干嘛来做管理员？怕没钱所以单身的人啊，你没有家没错，可是你要解没钱这件事老了之后没钱这件事就房子啊，你年轻的时候把房子买下来啊，那老了收租啊，那这样的话，基本的生活花费、水电费通通都不怕了。台电涨电价，就让它涨就还好而不会说那我要开始缩衣节食了然后越老晚年生活过得越紧张、越紧凑，这是不 OK 的。单身的人没有家没错，不过他依然是具有投资资产的需求。我在讲的就是这件事你就想一个管理员就对了。那老了以后，他至少自己可以住在一间没有贷款的房子里面，然后同时还好几间收租在支撑他的生活。我用支撑这个词的意思是，也不是多么的大富大贵啦大概就是去吃自助餐什么都不用看价钱大概就是这种生活。那老年生活在我看来从来都不是房子的问题都不是房的问题，都是钱的问题，你不觉得吗？单身老包租公，好几间房子在收租，生活无虞，那很好啊，那有什么不好？之后要请看护，也都能请年轻漂亮的看护他就可以把晚年生活过得怎样潇洒一点。我知道又有人要说我就没有后代，我干嘛要买房死掉还不都是别人的没人继承首先继承这件事情你没有儿子女儿，你依然会有其他亲属会出来继承，这是民法民法什么1等亲、2等亲什么的。如果你就是跟你的亲戚、跟你的兄弟姐妹，你就是不对盘，那也没关系啊你就走遗嘱，把房子在你死掉以后就捐给你自己信任的社会福利机构社福机构。像有非常多的老人都什么生前都选择他挂了以后要捐给慈济慈济。我说的是很多，非常多。这一年在台湾捐给慈济的数量应该是超过2-3千个老人就是这样。他们都生前就先写好然后挂了以后就去运作，就是这样我们先不论慈济怎么样但是就是真的慈济它就是老人捐房捐地的选择啊，对不对？慈济不是只会收到捐款这种钱这种东西呢，他还会收到一堆房屋土地，他也没跟人家要。真的没跟人家要，是人家挂了以后，遗嘱就打开，然后那个只要慈济然后去帮他联系慈济，都是这样的慈济没有那么邪恶啦，那边你以后有那个遗产要没有这样都是人家主动要给他的这样子啊一年计算起来都是100亿的规模呢我说除了钱以外所以我的想法是。慈济就很有钱的嘛那就不差我这一笔嘛那不如就捐给像我现在在推荐的阿木手作，对不对？我会员影片最后不是都会讲嘛，一间台东的庇护工厂，专门照顾那个特殊教育学生。特殊教育学生就这样，国家就保他义务教育阶段，一旦毕业了以后，义务教育阶段毕业以后，他就不管了之后是怎么样都是大家各凭本事然后当地社福的能量也不够，我说政府的。在台东哪有什么社福能量可言真的是靠民间善心人士在那边苦苦支撑那阿木手作庇护工厂，我当初那个喜饼也是订他们家的对吧喜饼订哪家不是喜饼就订那个阿木手作他们家这也不错好不好吃蛮普通的但是没差嘛，这都是要花了钱就花给他我就会选择那就是捐给这样子的社福机构。他们拿到房子他们也不会去把你的房子突然卖掉，贱卖掉一大笔钱然后来干嘛？不会，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稳定收租，他们很需要房子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他要给他机构底下有租屋需求的员工，或是学生要来做宿舍用的。租屋需求的员工是说，人家社福机构就是没钱了，然后那个人家为了一片善心那去那个地方工作。这个薪水那么低，还要租房子那真的是用爱发电所以在社福机构上谁能够提供住处，谁就是在招募上会有很大的优势你就让他们去用嘛。会愿意去社福机构做工作的人都是好人你不觉得那8加9不可能去社福机构嘛
那再来是学生宿舍，就是那些学生也要有住的地方，很多是家里不管他，不然就是住很远的山。就我了解是这样了哦，他们台东啊，然后有很多是家里是在山上的山上哦，你问他也讲不清楚哦，然后看他地址，然后去查那个 Google， 我靠，这不是中央山脉嘛哦，那很多这种情况，所以他必须在市区住嘛。那市区住那个社福机构就是没钱的，那你要怎么搞一间帮他租学生宿舍哦？所以社福机构当然社福机构是缺房子的啊，一直都缺啦哦。但大家要捐都捐钱给他们，那你捐房子给他们还不错啊哦。那这个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属于把爱传下去哦，就是你的遗产是真的人家好好的在使用哦，以后你变成鬼了，那么你也回来看一看，哦，好，不错，这个房子哦，我没有被贱卖掉，然后人家拿去赌博干嘛，就是好好的在用哦，那没坏，就这样。那此时哦，你在看那个我今天讲的新闻哦，网友在笑他们那群人哦，那种那单身在那边叫不买房的人，你看他们就觉得怪怪的，是不是怪怪的？我老了会怎样？我就跟你说超难租屋嘛。这我之前就有拍过影片啊，你有兴趣你可以回去翻哦。住社会住宅也轮不到这些老人啊，为什么？因为社会住宅老残穷才是第一顺位。你一个老人，你身体又没什么问题，你排不到的啦，绝对排不到哦。单身叫哦，他们只是老而已，他们不惨也不穷，是排不到的啦，只能这样在外面租屋哦。那在外面租屋张妈妈基金会又有统计啊，只有0.4%的房东愿意考虑租给老人。注意哦，我说的是考虑哦，不是说没差他的房子是专门来租老人，不是哦，他说的是考虑。这些还是实际上是受访的状况填问卷的时候填的。填问卷的时候，我当然都把自己的人设弄成一个好人嘛，愿不愿意做了？好，可以啊，为什么不行？这个我们社会要看，真的有一个老人站在我面前，我也要想一下就这样实际上就是不会租了。单身老人没有房子非常可怜。你说去国外比去台湾还要好啊？我老了我就去国外退休啊，我干嘛在台湾什么鬼岛？好，你去啊，你以为台湾房地产条件世界之好，你知道吗？为什么？持有税超级低。你老了以后你没有收入，你住国外会被房子榨干的，你知道吗？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美国的大学教授都需要露宿车上住街头了，为什么？因为它持有税太贵了，房地产持有税太贵了。美国基本上你可以算是 3% 了3% 的持有税每年意思是你买一间新台币换算起来1000万的前庭后院小别墅，这种东西在我们台湾就叫别墅，在欧美那个就是普通房子，3% 所以一年至少要缴33万前后东扣西扣那边弄起来，大概要缴33万给州政府，一年33万10年300多万等于你是跟政府那样租房子你就在老了就没有再生产力了，你要怎么缴？所以在国外会变成流浪汉的到时候被抓到遣返，台湾你又没有房子可以住，又没有经济能力房东又不租你亲戚也没办法给什么帮助，那不就很惨？我不是说亲戚都会眼睁睁见死不救而是说亲戚他怎么样，他有自己的家人要照顾，他也老了他自己要顾自己也要顾自己的儿子女儿到时候你一定也是不想要麻烦人家的不想麻烦人家的，所以等到70岁的时候，身上有一堆房子在那边稳定收租这件事情在台湾就是无敌的剧本，持有税太便宜了，几百块几千块就这样所以老人只要有在领年金的他房子都没事，都安全在美国就不是这样那即使你单身晚年生活也是有钱嘛，有房也有钱嘛那你生活可以过得很多彩多姿不然你整天去做公园晒太阳。我跟你说为什么他们就是老人都去做公园晒太阳，我也去问过了我也蛮北蓝的，反正就是去公园，然后看一群老人们晒太阳，然后也不讲话，能不能大家们坐着到底是在怎样？我就问他们，他说出去玩要花钱不要了，就这样，还不是钱的问题，对啊，所以换句话说，只要他们有稳定的钱可以花，不会担心的话，他们这些老人就不会做公园了，他们都在外面都各种出去玩，进香团或干嘛，那也很好所以我依然建议单身的朋友，你还是要买房子为什么？为了要照顾自己的晚年，也不拖累你的兄弟姐妹，你不觉得吗？
还是说你有其他的想法哦？那没关系，你在留言区喷一喷哦，我们来站一站哦，然后看一下有什么事情是我现在没有想到的哦，就这样。